得胜归来的未婚夫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与我退婚。他爱上了在战场上救他的孤女，生死相许，绝不后悔。我与他的多年情谊，终究成了一场空。可他不知，他心爱的女子是敌国的奸细。他会死，而我会活得更好。大家好，分享今天的故事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意识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北嘉3年，北国与南国之间的战役，北军大获全胜。我等在城门口，饶是下起了雨，也没有挪动半步，直到有人喊：“将军回来了，将军回来了！”我提起裙摆，淋着雨往前跑了去。也不知是慌张还是太过兴奋，脚下一软，跌落在地，被泥水弄脏了衣裳。等我站起身来，就看到了云兆川。他骑在马上，一身盔甲，身躯挺拔如松，细雨打湿了他的头发，也遮不住他的意气风发。如果他身上不是怀抱着一个女子，我应当是会欣喜的。好似脚下被套上了重重的铁链，我一步也挪不动了。今天的风好大，吹得我的心好冷。云兆川骑着马从我身边经过，没有停留，甚至没有看我一眼。曾经那个满心满眼只有我的少年郎，就这样从我身旁策马而过，任由马蹄溅起的泥泞落在我的脸上。站在雨里很久，久到白昼变成了黑夜，我才反应过来，云兆川好像不爱我了。第2日，云兆川跪在了勤政殿门口，如我昨日一般，从白昼到黑夜。他跪得笔直，像极了一棵不惧风雨的松柏。我撑着伞走到他身边，还没开口，便哽咽住。倒是云兆川往一旁挪了挪，避开了我撑起的油纸伞，任由大雨淋在身上，好似这样更能显示他的坚决。李李，是我负你，可我爱阿满，他意味救我险些丧命，我便不能让他受委屈。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好似没变，又好似变了许多。1年而已，云兆川就让我感到陌生。对我说话的态度，看我的眼神，曾经他从不这样。抿了抿嘴，强忍着心里涌起的那股酸涩。云兆川，你想好了吗？绝不后悔。云兆川没有看我，只是答得坚定。绝不后悔。一时间我有些想笑，又有些想哭。笑自己多年痴心错付，哭自己多年错付痴心。曾几何时，云兆川也曾对着山川大河起誓，一生一世只爱我一人。如今情意变了，他跪在雨中，只为解了这份誓言和承诺。司礼礼呀，你真可怜。收起油纸伞，我踏进了勤政殿。陪战让人给我沏了壶热茶，将茶盏捧在手心里，感受着从指尖传来的阵阵暖意，才觉得轻松一点。陪战大骂云兆川薄情寡义，见异思迁，然后看着我长长叹息：“李李，你如何想的？”他在询问我的意见。可是陪战该是了解我的，我没办法不计前嫌，再和云兆川结为夫妻了。何况他也不会同意的。两相生厌，不得安生，何必呢？陛下，云将军立下战功，陛下该奖赏的。婚约小事，便应了他吧。回到丞相府，我枯坐了一夜。手中的玉簪我看了许久，上面的海棠花样式还是云兆川亲自画的，是他送我的吉吉礼。我十分爱惜，几乎日日都戴着的。
还有盒子里那厚厚的一沓信笺，是他1年前外出征战时开始给我写的平安信。开始是半月一封，后来是1月一封，2月一封，再后来我就没有收到他的信了。那时我以为战况紧张，他分不开心。原来他当真分不开心，将所有心意都给了另一个女子。还有这即将完工的嫁衣，也不必再费心神了。云兆川离开的这1年，日日我都思他念他，也日日在红绸上绣上一朵花样。如今这嫁衣上有300多朵花，只差些许功夫，便是可以完工了。可惜费尽心思，不过枉然。司离离，哭吧哭吧，哭过了今夜，一切就都过去了。圣上有旨，解除丞相千金司离离与云将军云兆川的婚事，同时册封司离离为后，择日大婚。封后大典的前1夜，我再次见到了云兆川。他趁着月色而来，悠悠地站在我的窗口。月光洒在他的脸颊上，他却在阴影里，只剩眉眼淡然的侧脸。我将玉簪递给他，还你，连同往日的情谊，统统还你。云兆川看着我的手许久，没有接，可我还是松开了手。玉簪落地，寂静无声的夜里，只有碎玉声。云兆川仍是良久的静默，直到我要关上窗户才开口：离离，你不必如此。我不解地看着他，没明白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什么意思。云兆川眼里流露出愧疚之色：离离，你不必为了和我赌气，嫁给皇上。听到这话，我不由得笑出了声。云将军这话我怎么听不懂？云兆川看着我：你不喜欢他？喜欢。我曾经那样真挚毫无保留地喜欢他云兆川，又得到了什么好结果吗？云兆川，这世上只有你最不配和我说喜欢。又起风了，吹乱了我的头发。随意捋了捋，我轻声道：我就当我的阿照已经死在了战场，就像这碎了的玉簪一样，永远不会再回来。窗户关上，便是永远隔开了我们。司离离与云兆川的多年情谊，终究是一场空。新婚之夜，裴战坐在我身侧，似乎比我更紧张。端坐在床榻一边，掀开红盖头的手却微微发颤，连声音都带着颤抖：离离，我终于娶到你了。想当初，我与裴战、云兆川也是一同长大的，说是青梅竹马也不为过。裴战身为储君，温润内敛；云兆川则不同，张扬狂妄，意气风发。就连表达情意也是一样，毫不遮掩。15岁生辰那日，云兆川将海棠花的发簪簪在我的发髻里。司离离，我喜欢你。天不怕地不怕的司离离难得有了小女儿家的娇羞，红着脸低下了头。与君心相同。后来祈福会上，神佛见证之下，我们虔诚地许下愿望：我以后要做将军夫人。裴战撇撇嘴：为什么你不做皇后呢？因为我喜欢阿照啊。因为我知道云兆川的愿望一定是做一个保家卫国的大英雄、大将军。那时候我一心只有云兆川，没有听出裴战这句话里的深意。他喜欢我很多年了，或许比云兆川更久、更深。婚后的第3日，刚好是中秋，裴战大宴群臣。也是这一日，我再次看到了当日在云兆川怀里的女子。御花园里，她摔倒在我面前，眼波含泪，楚楚可怜。
好巧不巧的，云兆川没一会儿就出现了。他温柔地扶起江满，又将他护在身后。云兆川此刻的模样，像极了护犊子的老母鸡，脸色不愉，声音冷淡：“皇后，你心有怨，冲我来就是，不要为难阿满。”惜春冷着脸，念及他的身份，还是开口解释：“是他自己摔倒的。”皇后娘娘可是一句话没说，一根头发丝都没碰他。云将军，慎言。云兆川愣了一瞬，转头看向身后的江满。阿满，可是如此？江满只顾哭哭啼啼，不停地啜泣着，半晌才怯生生地看过来，如同受惊的小鹿，连连点头：“是，是。”这模样看起来就像是被我威逼利诱、欺辱了一番，不敢指证。云兆川脸色更是难看，想来是认定了我欺负了江满。皇后仗势欺人，岂是一国之母的作风？相识多年，我以为你只是任性刁蛮，竟不知你是这样恶毒善妒之人。相识多年，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他云兆川是如此愚蠢的货色。中秋夜，月儿圆，就连照在湖面的倒影都格外的好看。我上前2步，趁云兆川不注意，一把将江满推进了身后的荷花池。只听得扑通一声，还有女子惊呼的尖叫声。我拍拍手，挑衅地看着云兆川：“本宫岂会推他摔倒在地？推入水中才是本宫的作风。云兆川，你别忘了，我做事从不手软。”不过他好像真的忘了，得罪我的人没一个好下场。云兆川悠悠地看了我一眼，随即跳进荷花池里。2只落水的鸭子，原本美好的月影倒是被破坏了，实在是可惜，可惜。并没走多远，就看到裴战站在不远处等我。他也走近我，拉着我往宴席走去。陛下可觉得我任性了些？按照距离，我与江满、云兆川的冲突，他应当是看得一清二楚的。裴战只是笑，为我吃了一颗蜜饯。离离任性，我早就知道。我呀，就喜欢这样的私离离。只要有我陪战在1日，你便能任性1日。我低下了头，轻声说了一句：“谢谢。”不只是包容我的任性，还有力排众议，坚持立我为后。被当众退婚的女子，名声上实属不好听，就算我是丞相千金，也难逃口诛笔伐。可裴战不在乎，仍旧不顾朝臣反对，坚持立我为后。裴战将我的手包裹在他温热手心里。离离，我要的不只是谢谢。此时，换了一身衣裳的云兆川和江满双双跪在地上，求陛下为我2人赐婚。云兆川声音坚定，我不禁微微蹙眉。大好的日子，怎么就被这样晦气的事给毁了呢？裴战有心为我出气，看着台下2人久久不语。一时间，宴席之上落针可闻。约莫过了1盏茶的时间，裴战才缓缓开口：“云将军当真是一个痴情种，可还记得朕当初如何说的？”云兆川身子肉眼可见地僵了一瞬，还是答道：“臣愿受责罚。”裴战冷笑一声：“好，好得很。”身边的侍卫得了裴战的示意，当场将云兆川压住。然后另2个侍卫各拿了一块板子，当着文武朝臣重重地打了下去，整整40板，用足了力气。锦袍之上已经沁出血来。
江满哭喊着爬到我面前：皇后娘娘，求你救救将军吧！之前他已经被打了40板了，伤口才刚长好，怎么受得住啊？看在你们过去的情分上，救救他！从江满断断续续的哭诉中，我才得知，原来退婚那日，裴战还是责罚了云兆川，连降2级，还挨了40板。那日，云兆川是被抬回将军府的。裴战告诉过云兆川，若是他执意要娶江满，那就要再挨40板。这不，均无戏言。40板打完，云兆川已经是血肉模糊，锦袍上已经染满了鲜血。裴战拉着我一同举起酒杯。原本云将军可以私下求朕赐婚，不必如此丢脸于人前。可他为了江姑娘如此深情，朕岂有不成全的道理？朕今日就为云将军和江姑娘赐婚，从今往后，你们2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好一番别有深意的话，也不知云兆川能不能听懂里头的深意。云兆川心想事成，倒是江满被留在了宫中。我亲自下令，江满出身乡野，不懂规矩，便留下宫中跟着皇后好好学学规矩。等什么时候学好规矩，才可以和云兆川完婚。只是没想到，云兆川爱江满至深，连1夜都等不了。半夜仍悄悄留宿皇宫内，与江满私会。我倚在软和的贵妃榻上，翻阅着最近民间最热门的话本子。惜春将房门关上，蹲在我的身旁。果然如娘娘所料，云将军正在与江满互诉衷肠呢。将话本子合上，懒洋洋地撑起身子坐起来。说了些什么？惜春捂着嘴轻笑，无非是江满哭诉不想留在宫中，求着云将军想法子带他出去。哭哭啼啼，不像样子。你呀，我轻点惜春的额头，娇若美人儿，才最惹人怜惜。漂亮又柔弱，楚楚动人的，男人才喜欢。云兆川啊，就吃这一套。惜春刚帮我脱下华服，卸下满头珠钗，一把锋利的剑便架在了我的脖子上。皇后娘娘，我劝你还是放阿满出宫。声音格外的熟悉，也格外的陌生，如此冰冷又充满杀意，以前倒是不曾见他这样过。下意识的一动，锋利的剑划破了我的肌肤，流出鲜血。抬眸看他，忍不住想笑。云将军半夜3更夜闯皇后寝宫，可是大罪。云兆川，你云家数十条人命不想要了。用手轻抚了一下伤口，果然流了好些血，又慢悠悠地将手上的手抹在云兆川的剑上。果然，云兆川握剑的手有些不稳，还是强忍着怒火将剑放下来，说话的声音也软了许多。李李，是我辜负了你，可阿满是无辜的，你不要为难他。辜负你的人是我，你要报复都冲我来，别伤害他。我慢悠悠地坐下，随手拿起梳妆台上的凤钗把玩起来。的确是你辜负了我。云兆川，你还记得当初是如何跟我承诺的吗？你说，如果负我，就死在我的手里。云兆川脸色冷得可怕，直直地看着我，阴狠的眸色里隐隐有一丝失意。看到他握剑的手已经显露青筋，我轻笑起来。云兆川，求人该有求人的态度。跪下吧。我倒要看看不可一世的云将军会不会为了心爱的女人弯下高贵的膝盖。爱情果然是这个世上最强大的东西，
就连骄傲如云兆川也屈服了。他跪在我的面前，头埋得很低，求皇后娘娘放过阿满。捂着嘴打了2个哈欠，我起身坐到床榻边。夜深了，本宫乏了，云将军还逗留在此，怕是会引起误会，请回吧。云兆川怒火中烧，腾的一声站起身来，低声怒吼：“司礼礼，你耍我！”微微挑眉，不置可否。云兆川按捺住怒火，咬牙切齿地看着我。若阿满有个3长2短，司礼礼，我一定杀你。说罢，他拂袖而去，身影渐渐隐于夜色之中。曾经他说有负于我便死在我手里，如今他却要为了另一个女人杀我。云兆川做出的承诺该要好好遵守的，否则真的会留下祸患。云兆川走后，惜春心疼地帮我包扎伤口。娘娘，你可是……惜春欲言又止，可我知道她要问什么。可是心里还有云兆川。没有，我的心里没有云兆川了。而云兆川再也不是曾经的那个人，回不去了。云兆川不许我搓磨江满，那我偏要搓磨他。惜春从小跟着我，是最懂我心思的。中秋才过，天气还炎热着呢。惜春便让江满顶着正午的日头在御花园里学拜礼。谁不晓得被烈日晒过的路面有多烫？江满又热又累，好几回险些晕过去。惜春也是个体贴的，时时备着一盆子凉水，眼看着要晕，便将凉水泼到江满的脸上。如此搓磨了几日，江满原本白嫩的简单而枯黄了不少。我躲在凤仪宫里吃着凉果子，惜春，别太过了，好歹也是将军的未婚妻。说了是教规矩，别落人口实。惜春便又将江满带到了凤仪宫里。一见到裴战也在，江满委屈极了。皇后娘娘，我知你恨我抢了阿照，可我与他是真心相爱的。如今你也嫁给了皇上，何必还为了阿照为难于我？不怕伤了陛下的心吗？好一番挑拨离间的说辞，肤浅又上不得台面。裴战脸色果然冷了下来。智慧皇后掌嘴。江满惊了，惶恐地看着2个宫女拿着木块走近他。20下打完，嘴巴已经红肿起来。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样一番挑拨的话，怎么会害到自己身上？江满哪里能知，裴战是如何一个小心眼的人。自从我嫁给他以后，就是提一句云兆川3个字，他都能生闷气好久，在夜里不停地询问我，到底心里还有没有云兆川。没有，没有，我说过无数次了。现在江满重提我和云兆川的旧情，岂不是踩在裴战的痛处上？打完了嘴巴子，裴战才消了气，冷哼一声，去勤政殿处理政务。许是这几日受尽折磨，却不见云兆川来拯救他。江满求救无门，也有些恼怒了。也是，泥人也有3分脾气呢。他断断续续地说着与云兆川的过往，说他们相识于微时，一见钟情，生死与共。说他们1年相伴，饶是在军中，也是时时刻刻在一起的。说是他们早已赤诚相见，有了夫妻之实。桩桩件件，我听着只觉得恶心得很，刺耳得很。话到最后，江满突然笑了起来。司礼礼，难怪阿照不喜欢你。你知道他是如何跟我说的吗？他说你任性、刁蛮、不讲道理，全然没有女儿家的柔情似水，所以他遇到了我，
就像干旱的荒野遇到了滋润的雨水。他爱我，就算只与我相识1年，也胜过与你在一起的10几年。这个说法，我倒是第一次听。以前云兆川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天真率性，不拘礼节，快意恩仇，是个活泼开朗的姑娘。他也说会一生守护我这份交金。原来那时候他是没有遇到滋润的雨水呀。我喝了口清茶，懒得抬眼看他，朝惜春抬了抬手。惜春了然，让人将江满压在地上，脱光了鞋袜，用木片狠狠地打在了脚心。放肆！污言秽语脏了娘娘的耳朵，以下犯上，该打。一时间，偌大的凤仪宫里，只有木块和肌肤的碰撞声，还有江满呼天喊地的哭喊声。司离离，阿丈会来救我的，他不会放过你的。为一个不爱你的男人嫉妒成这样，你真可怜，你真可怜。看来江满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真当我把他留在皇宫里是因妒生恨，故意折磨他。可笑！又是一顿木块责罚，打得累了才停下来。江满趴在地上奄奄一息，狼狈极了。他从怀里掏出来一块玉，有气无力地举起，想要我看到。这块玉通体翠绿，没有一丝杂质，谁都看得出是一块上好的玉佩。可却狠狠地刺痛了我的眼睛，也刺痛了我的心。见我变了脸色，江满满意地笑了。这是你一步一跪，跪了整整900阶10阶为他求来的平安玉。可惜你痴心错付，我一句话他便送给了我。你苦苦盼他平安归来时，他却在担心我的安危。司离离，你始终输给了我。惜春抢过平安玉递给我。那时候我是真的爱惨了云兆川。出征之前，他说他平安回来就娶我。我便顶着大雨一步一步地跪上了安国寺，只为帮他求一个平安玉。求他平安，求他大胜，求他一生顺遂无忧。可到底，他还是辜负了我磨破的膝盖，无尽的思念，还有流不尽的眼泪。平安玉被我握在手里看了又看，也只剩一句绵长的叹息。惜春，让云将军来领人吧。原本还顾念多年情谊，想着救他一命。可惜他从不珍惜我的真心和付出，我便也不必再为他求一线生机了。云兆川啊，云兆川，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一直走，别回头。哪怕头破血流，命丧黄泉，也是你自找的。云兆川来时，身上还穿着盔甲，原因无他。裴战晓得我要整治江满，故意将云兆川派出去巡视周边。不远不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距离，刚刚好。江满此时狼狈的厉害，苍白脸上红肿的嘴唇更是明显，还带着血迹。而此时此刻，我也没有让他闲着。他跪地举着茶盏，里头是滚烫的热茶，烫得他身影晃动，也不敢松手。茶水一旦温了，惜春便重新添上热水，反反复复，如此往来。江满的手已经被烫红。一看到云兆川，豆大的泪水夺眶而出，风轻轻吹动他的头发，整个人看起来破碎又凄凉，好不让人怜惜。云兆川又是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一剑挑开了江满手中的茶盏，茶盏飞出一段，落在了我的脚下，溅起的热水也让我的手背留下一丝红痕。他怒不可遏地瞪着我，恨不得将我剥皮拆骨。司离离，你太过分了。刁蛮任性，
肆意妄为，你最好适可而止。”只觉得他怒发冲冠为红颜的样子十分的好笑，慢悠悠地举起那枚平安玉。果然，在看到平安玉的那一刻，云兆川眼里闪过一丝慌乱和心虚。也是，将他人情谊视作无物，岂是君子所为？将平安玉用力地掷到了地上。玉这个东西脆弱得很，一落地便碎成了好几块。我微微扬起嘴角，慢悠悠地道：“云兆川，这平安玉保不了你的平安了。”云兆川盯着溅落在他脚边的平安玉碎片，看了许久，还是江满扯了扯他的衣摆，才让他缓过神来。“阿兆。”声音婉转，很是勾人心。云兆川没有看我，只是躬身抱起江满，大步离开。他倒是走得快，只剩我这凤仪宫一片狼藉。宫女收拾残局时，裴战才从内殿走出来，一言不发，一把将我抱起往内殿走去。我瞬间红了脸，将头埋进他的怀里。“裴战，这青天白日的，你不知羞？”早知道他心眼小，抵在我脖子上咬了一口，用了些劲儿，让我忍不住痛喊出声。他的声音沙哑，带着情欲。“李李，你心里可是还有他？”我瞧着你看到那平安玉，好生难过，不由得往后缩了缩，连连摇头：“没有，真没有。”可他哪里会听我的解释，只将我压在身下，狠狠折腾了一番。再后来，裴战身边的侍卫带着10几个宫女来了，每人手上都捧着一个盘子，里头全是各式各样的珍贵玉石。“皇后娘娘，陛下说了，让你选一块喜欢的玉石，届时他会亲自打磨成2枚平安玉，再亲自跪上安国寺，请住持大师开光祈福。陛下说，他的心思你该懂的。”“自然是懂的，无非是拈酸吃醋，什么都要与云兆川争一争。堂堂95之尊，怎地是这样一个小心眼？”云兆川将江满带回将军府后，便筹办起了婚宴。消息传来之时，裴战正认真的一旁打磨玉佩，龙凤图形已有雏形。他只偷偷看我一眼，慢悠悠地开口：“既然他冥顽不灵，也不必再为他费心思了。当初我便说过，他与江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吃了一块最喜欢的桃花糕，轻轻点头。事到如今，也该为他们2人送去新婚贺礼才是。也不知云兆川喜欢不喜欢。许是担心我在用学规矩的名头将江满喊进宫里来折磨他，云兆川将婚事办得很急促。不过1月有余，便到了他们的婚期。我和裴战坐在将军府外的马车里，且等着时机成熟。不急不急，总要让他们礼成，才算得上真是一家人。荣辱与共，说起来才合情合理。裴战说话时带着温润的笑意，我却觉得他笑意之下满是阴谋诡计。他这个人坏心眼多着呢。一墙之隔，里头红绸高挂，欢声笑语；外头金盔银甲，严阵以待。1拜天地，2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礼成2字一出口，裴战的随身侍卫便领了一队兵冲进了将军府里。原本热闹的场景顿时变得慌乱。等我与裴战进去时，云兆川正拿着剑与侍卫对峙，将江满牢牢护在身后。“陛下，皇后，臣大婚之日，你们这是何意？”皇帝到场，自然所有人都得让开位置。
我和裴战坐到了最高位。裴战随意端起桌案上的敬茶，浅酌一口，皱起了眉头。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一时间变得格外的诡异。见裴战不开口，云兆川便将话头对准了我。皇后，我与你的旧情已是往事，如过眼云烟。如今你我各自婚嫁，你又何必苦苦纠缠？也不知你是如何教唆陛下，让他由着你的性子胡来，当真是红颜祸水。一时哑然。事到如今，云兆川依旧认为我是在为他争风吃醋。哪怕裴战坐在我的身边，哪怕御林军包围了将军府，他依旧觉得这是小情小爱，觉得我爱他入了魔，裴战爱我成了痴。看到他如此愚蠢的样子，我连嘲讽他的心情都没有了。只是朝惜春招招手，他便一手提着个鸟笼子，一手捧着锦盒，走向云兆川。云兆川，你自己看看吧，可别告诉本宫，你蠢得无可救药，看不明白。一看到鸟笼子，江满瞬间慌了，想要伸手，却被侍卫手中的利剑吓得缩回了手。云兆川不明所以，还是打了锦盒。里头的东西不过是几封信，只是信的内容让云兆川险些瘫软在地。京城布防图，东西南北四处边防图，任何一样流露到其他国家，那北国将要面临的是侵略、生灵涂炭、百姓流连失所。云兆川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颤抖着看向裴战。陛下，这是……裴战眉头紧蹙，看云兆川像是个二傻子。云将军，你的新婚妻子是南国人，你别告诉朕你不知情。话说到这个份上，云兆川再被情爱蒙蔽了双眼，也该听出门道来了。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身穿红衣的新婚妻子，一手紧紧握住江满的手腕。所以是你做的，是你偷了我书房里的边防图。证据确凿，江满也无从抵赖，只是狠狠甩开云兆川的手，冷笑一声：“是我。各为其主，云将军，你可别怪我。”江满坦然承认了所有的事。他是南国特意为云兆川准备的细作，所谓舍身相救，也是一出戏而已。两国交战之时，他便想方设法取得云兆川的信任，为的就是得胜归来，再取京中布防图和其余3处边境布防图。只等拿到所有布防图，便可联合其他国家，杀进北国京城，分割北国。真是好大一盘棋。江满冷眼看着心如死灰的云兆川，眼里哪里还有半分柔情。云兆川问出了一个蠢问题：“阿满，我为你舍弃了这么多，而你一直在骗我。”的确是个蠢问题，蠢的江满以为自己听错了，嗤笑一声：“没错，我在骗你。云将军也不必做出这副伤心难过的模样，你又是真的爱我吗？你不过是因为我体贴温柔，比斯里里乖顺，懂得依靠你，对你服软，让你得到了在他那里得不到的大丈夫气概。其实你谁都不爱，你只爱自己。”也不知是江满这番话戳中了云兆川的痛处，还是他被江满抛弃，恼羞成怒。云兆川手里的剑刺进了江满的心口，一剑穿心，血洒当场。江满，你不该骗我。这就是他为之不顾一切的挚爱。当初为他退婚、受罚、夜闯皇宫，如今一剑下去，毫不留情，面不改色地结束了他的性命。
鲜血洒在红绸上，江满脸上却带着笑意。他看着的方向是南方，是他家的方向。婚宴成了一场闹剧，新娘当场身死，新郎囚禁府中。裴战手里弹劾云兆川通敌叛国的奏折，始终没有将玉玺盖上去。看在云老将军为国捐躯的份上，饶他不死。裴战这个人嘴硬心软，始终没有痛下杀手。云兆川被软禁在将军府，卸下所有职位，只余自身一人。这一切都是在我的计划之中。当初云兆川执意退婚，我的确伤心难过，也是存着赌气的心思嫁给的裴战。可裴战待我的情谊，我明白，也打算用一生来回报他的深情。所以在中秋夜宴上，我将江满推入水中时，无意看到了他被湖水打湿的衣衫下若隐若现的月牙状刺青，便对他起了疑心。这不该是一个流落边境的孤女该有的痕迹。我与裴战说了这件事，没想到他早有察觉，甚至已经暗中调查清楚，江满是南国人，甚至是贵族后代，那个月牙状刺青便是他家族图腾。所以裴战以为云兆川是被欺瞒，一直拖着不肯赐婚，直到中秋夜宴，裴战当众下跪求赐婚，裴战便了然了。云兆川身为一国之将，与南国的战役少说也有数十场，他对南国的了解定然不少于裴战这个久居皇宫的皇帝。可他执意要娶江满，只怕是知晓江满的身份。裴战赐婚了，他要看看云兆川有何图谋。将江满留在宫中，也是我和裴战商量好的。局势不明朗，江满有何图谋也不清楚，还不如先掌控在自己手中，也好拿捏得住。裴战将云兆川派去附近巡查，趁他外出调查了一番，得出结论：云兆川只是蠢，不是坏。他还没有通敌叛国的心思。那夜，裴战将我搂在怀里，黎黎，该放江满出宫了。不把毒蛇放出去，怎么能让他露出马脚呢？在皇宫里待了半个月的江满，果然一出皇宫就急忙飞鸽传书，通报消息。只是他除了第一次放飞的鸽子飞到了接头人手里，其余的都落在裴战手里。就连给江满的回信，都是我亲自模仿接头人的笔记伪造的。我呀，可写得一手好字。事情败露，江满赴死，裴战让人将江满的尸体送回南国，也算是给了一个警告。四方边境也连夜更改布防，加强守卫，以防万一。而原本意气风发、鲜衣怒马的少年将军，却成了这场阴谋里唯一的输家。输了前程，输了爱情，输了自由。再见云兆川，是冬日了，难得出了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云兆川说是想见我，我去了。原本热闹的将军府，如今没有人烟，凄凉得很。云兆川坐在院子里的榕树下，独自饮着酒。他消瘦了，连身上的衣裳都宽松了许多，没有整理发髻，暗淡的眸子低垂着。见到我来，才亮了一些。黎黎，你来了。他站起身来想拉我，却被我侧身躲开。手上落了空，云兆川自嘲地轻笑两声，是我活该。黎黎，是我辜负了你。这句话他已经说过许多次了，我听得很烦。如果你要说这个，那没什么必要。云兆川颓败地坐下，拿着酒壶往嘴里灌，一壶酒见了底，才哀怨地开口：
离离，如果重来一次，或许我们会厮守一生。离离，来生，来生，我一定不再辜负你。退后一步，我轻轻摇头，不会重来，也不会有来生。云兆川，我与你如同断了的玉簪，碎了的平安玉，永远回不去。云兆川苦涩的笑，眼角却流出一行泪。可是离离，我是被骗了。江满骗了我，否则我们已经成亲了，你已经是我的妻子了。难道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吗？这样推卸责任的话，听起来尤其刺耳。这样的云兆川真是可悲又可恶。云兆川，江满的身份你早就知道，可你依旧对他动了心，没什么好狡辩的。所有一切都是你自己选的，怨不得旁人。云兆川，是你说的，绝不后悔。年少轻狂时做出的错误决定，不能因为年少轻狂就刻意当作没有发生。有些事是没有回转的机会的。云兆川看着我，眼底只剩悲痛和无助。只是这一次，没有人再伸手抱住他。直到海棠花开之前，他死在了那个早晨。没能再见一次司离离，也没能看一眼盛开的海棠花。刚走出将军府，便下起了雪。不远处那株红梅上也沾染了少许白色。裴战肩上也落了雪，大步朝我而来。你怎么来了？裴战将大长拢在我的身上，又捂着我的手哈了2口热气。怕你冷。将我看着那株红梅，裴战拉着我走过去，折了开的最好的那枝簪在我的发髻上。走吧，回家吧。裴战的手很大，也很温暖，就连这样的寒冬，也能感觉到他手心里有薄薄一层汗意。裴战，背我吧，像小时候一样。那年大雪，我在红梅林里弄湿了鞋袜，也是他背着我着的。我扯动着红梅枝，让上头的积雪都落在了我们身上。白雪落进裴战的领口里，惹得他打了个寒战。裴战大声道：“一处相思同淋雪，两人白头共人间。”裴战小声道：“若是可以，我愿背着你一辈子。”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喜欢，记得订阅本频道。我们下期再见。